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、冯绍峰离婚后带娃同框，默契依旧引热议。你以为离婚后还能像模子刻出来的一家人那样，一起带娃去医院看病？这事儿搁在普通人家都不常见，更别说娱乐圈了。可赵丽颖和冯绍峰偏偏就干了这么一回，而且还是3年前离的婚。4月10日那天，冯绍峰带着儿子想出现在上海某儿童医院，低调的几乎藏不住黑 T 恤、帽子、口罩全套上身，活脱脱一个隐形人。结果呢，没过多久，赵丽颖也悄悄现身，接走了孩子。这事一出，评论区直接炸锅。有人感慨，离婚后还能这么默契地照顾孩子真不容易。也有网友调侃，合体带娃比复合还难预测。确实，这种画面让人有点恍惚，仿佛时间倒流回他们还没分开的时候。不过，别看两人没有太多互动，但从动作上看，那叫一个熟练，简直像是练过无数次似的。其实啊，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被拍到一起带娃。去年就有消息说，俩人曾一起去餐厅吃饭，中间坐着儿子想，气氛一点都不尴尬。当时的照片传出来，不少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毕竟现在明星离婚后还能和平相处的不多，更何况是当着孩子的面。而这次带孩子去医院看病，更是把他们的亲子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默契不是1天2天能养成的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后唯一保持联系的原因，就是为了孩子。虽然婚姻结束了，但作为父母的责任并没有结束。想最近身体状况不太稳定，频繁感冒发烧，这让2位家长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往返医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单方面照顾显然压力巨大，因此才会出现轮流带娃就诊的情况。从现场照片，冯绍峰抱着孩子挂号问诊，动作娴熟，显然不是第一次独自带娃看病。而赵丽颖虽然没有全程陪同，但在孩子看完医生后，及时出现接走想整个过程配合得滴水不漏。这种默契背后是怎样的关系？有人说他们是模范离异父母，也有人说是成熟稳重的态度。不管怎么说，这种做法确实值得点赞。其实娱乐圈里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见，大多数情况下，离婚后的明星往往会选择尽量减少接触，甚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将孩子交给长辈照看。可赵丽颖和冯绍峰偏偏选择了另一种方式，亲自上阵，轮流带娃。这种方式不仅对孩子成长有利，也在无形中为他们自己赢得了口碑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其实两人私下一直保持着基本的尊重与沟通，尤其是在涉及孩子的事情上，从来不会互相推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现在会公开合体带娃？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？据分析，可能是因为孩子的健康问题。想最近身体状况不太稳定，频繁感冒发烧，让2位家长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往返医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单方面照顾显然压力巨大，因此才会出现轮流带娃就诊的情况。当然，也不排除公众形象管理的因素，毕竟作为1线明星，赵丽颖和冯绍峰都深知舆论风向的重要性。通过展现良好的亲子关系，不仅能缓解外界对他们私生活的过度关注，还能进一步巩固各自的正面形象。再来说他们之间的感情状态，虽然婚姻已经结束，但曾经的感情不可能说断就断，尤其是一起养育孩子的经历，往往会让人建立起超越普通亲情的情感纽带。有圈内好友透露，他们或许不再是夫妻，
但永远都是孩子的爸爸妈妈。这句话听起来挺朴素，但却道出了罪的现状。无论未来如何发展，对于孩子的关爱始终如一。从目前情况来看，赵丽颖和冯绍峰之间的互动模式已经趋于稳定。他们既不会刻意回避彼此，也不会频繁合体制造话题。更多时候，他们的交集集中在孩子身上，呈现出一种理性而克制的状态。至于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改善关系，甚至重新走到一起，目前尚无明确迹象表明双方有此意图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他们各自的生活如何发展，对于孩子的关爱始终如一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带娃风波中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责任与担当。他们没有因为婚姻的终结而放弃对孩子的承诺，反而用更加成熟的方式继续履行着为人父母的职责。有人说，离婚后的相处最难考验人性，可赵丽颖和冯绍峰却用一场看似普通的就医经历告诉我们，只要心中有爱，哪怕分开了也能成为最好的搭档。这份体面，或许才是留给观众最珍贵的一刻。2. 冯绍峰天塌了，赶紧把赵丽颖追回来，真的可行吗？娱乐圈的八卦果然比电视剧还精彩。刚踩着瓜田边，就看见一地西瓜皮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知否，硬是复婚球，热搜已然炸出火花。吃瓜群众一边摸着瓜子，一边吆喝冯绍峰天塌了，赶紧把赵丽颖追回来。好家伙，网友操心的程度戏比明星还足。明星感情刚翻篇，评论区就变成了大型相亲现场，还没等主角表态，旁观者已经在脑补续集。到底是 CP 粉太入戏，还是我们对幸福剧本太执念？这个情感版大型许愿池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？再说了，婚姻和感情真像谭木说的随手能撤回个撤回，还是哪句话瓜虽香，人生却不是剧本？咱们慢慢扒。先放一支猛料，赵丽颖疑似恋上新导演赵德胤，网友们立马集体开会，冯绍峰瞬间被热情喊话要追回前妻。知否 CP 粉丝呼天抢地眼瞅着明兰和顾二叔各分东西，这剧本不科学啊！另一波声音却呱呱嘟囔：赵德胤颜值配得上赵丽颖吗？这 CP 粉怎么看都不满意。要我咱这年头，网友真的太有文化了，一秒入戏当编剧，二话不说就想安排明星人生。可感情的事，真有这么容易复刻一波热播剧的圆满大结局？拉郎配这门手艺，在屏幕内能玩，现实却常常翻车。到底大家舍不得的是肖像权绑定的美好回忆，还是想象里的理想爱情？这把悬念提到最高处，赵丽颖到底随谁走？真不是你我一句复婚说了算。细扒这波八卦，冯绍峰和赵丽颖的故事放在娱乐圈，曾经妥妥的偶像剧本。2018年结婚，清一色官宣体，粉了全国无数少女的心。3年不到就各奔东西，网友们一边嘴上说相信爱情，一边心里默默许愿复合。而理由嘛，花样百出，有说俩人没时间腻歪，也有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还有人一本正经扯上什么事业心和上进心的碰撞。但网友花式猜测归猜测，毕竟人家走到离婚这一步，真实剧本能写出来的吗？老百姓自家那点阵仗都麻烦得够呛，别说明星夹着星光，夹着舆论，还得躲着狗子。朋友圈里也是一群婚姻专家现身说法，你看赵丽颖不就跟隔壁小王一样，最终还是和事业更合拍。说到头来，旁观的人热闹，主角才最清楚自己到底要啥。表面上热搜消退，舆论降温，似乎一切恢复平静。有人吐槽狗子吃完瓜走了，明星的绯闻也就这么一潭死水。可事实上，激流暗涌，
反对声音冒了头，赵丽颖新男友不如前夫帅，这是什么离了又找退步的节奏？还有人搬出赵丽颖的农村逆袭背景，大谈凤凰男、孔雀女，搞得跟小品似的。但你仔细想，冯绍峰的豪门出身，赵丽颖的草根逆袭，摆在一起不就是现实版的灰姑娘与王子？可现实的灰姑娘能不能和王子一直幸福，没人能拍胸脯打包票。明星也好，咱也罢，真的都难逃价值观差异这道坎儿。还有个别网友不死心，赵丽颖什么时候复婚？孩子怎么办？言下之意，幸福就该照着观众的剧本来。上一季没收官，下一季怎么能换男主？明明这才是真正的云养娃、云执念，看着娱乐圈操心自己人生，何其滑稽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风向突然大反转。一波爆料涌现，赵德胤虽不及冯绍峰颜值高，却对赵丽颖和孩子体贴入微，人品不是靠美颜滤镜看出来的。传闻里，赵德胤频繁出入赵丽颖家中，甚至主动帮忙带孩子。网友这才后知后觉，原来幸福不只是郎才女貌，更多的是柴米油盐和共情。赵丽颖经历过一回豪门童话的破碎，也许更看重细水长流的温暖和理解。而冯绍峰虽无心恋情宣布，但也自顾自忙事业，重新塑造自我。单身贵族不是走不出来，而是开始学会放手。两人过往种种，如今看来更像是各自成长的必经路。弹幕里的 CP 粉开始自我觉醒，也许知否 CP 只适合荧幕，不适合现实。尴尬的是，咱迷恋的不是赵丽颖和冯绍峰，而是他们演绎出来的理想人生。情感的是，外人喊得再热闹，最后还得自己做主。眼看着风波似乎缓和了点，可新的难题又跟上，一边是舆论散了吧各位的召唤，一边是粉丝永远磕不到头的执念。有人关心赵德胤到底是真爱，还是又一场娱乐圈的炒作？旁观群众当侦探挖八卦，赵丽颖粉丝则怕女神再次受伤。更有人耿耿于怀，冯绍峰妈妈粉模式上线，孩子怎么办？复婚才是最优解呀！但情侣关系，尤其是明星情侣，哪有那么容易回头？一纸离婚证，一个完结的故事，有人愿意翻篇，有人却死守下一章。现实生活比8点档还难演，好歹咱是第三方，人家自己得有自由选择幸福的权利，不是？可悲的是，一场婚姻离合，最后成了网友比拼鸡汤语录和5分钟热度的结合体。这下不光明星累，网友也累，真真假假里，大家都快分不清自己在磕戏还是磕生活。咱们真就那么关心明星幸福？还是看人家起伏跌宕，满足了自己的八卦欲，顺便填补了日常生活的小空虚？网上那堆冯绍峰快把赵丽颖追回来，表面是替别人着急，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追剧找点头花罢了。明星也是人，不是你家宠物猫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。人家过得好不好，真用得着你我日夜操碎心？咱就不能低调一点，让别人谈恋爱离婚也安安生生，别动不动全网主持婚姻大事，嘴上说祝福，心里操纵，总觉得社会主编叔叔阿姨该帮一把。看来吃瓜并不是一门容易的技术活，下次再想磕 CP， 先考虑清楚人家愿意陪你演吗？你觉得是支持知否夫妇现实中再次走到一起，还是相信赵丽颖选择新生活就由她自己做主？难道一个女人离婚就一定要倒回上一站，拼命圆满别人的剧本？还是该学会松手别人的人生，少点键盘祝福，多点自家清静？你磕的是别人情感，还是自己的执念？评论区开杠，敢说实话的来。